有一种过山车设计得很特别，它的轨道具有一种魔力。如果过山车在第一圈经过这条轨道的某处时是在轨道的上方，那么第二圈在经过此处时，过山车就在轨道的下方了。这种构造的原型就是数学中大名鼎鼎的莫比乌斯带。19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一个扭转180度后再将两头粘起来的纸带具有魔术般的性质，因为普通纸具有两个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而莫比乌斯制作的纸带却只有一个面。设想一只蜘蛛开始沿着莫比乌斯带爬，那么它能够爬遍整条带子，而无需跨越带的边缘。生活中这种构造也有了一些用途，比如某些动力机械用作传送的皮带就可以做成莫比乌斯带状，这样皮带就不会只磨损一面了。当然了，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述的重点，而是将莫比乌斯带的原理应用于立体图形所获得的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几何体克莱因屏。这种屏是著名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在1882年发现的。与莫比乌斯带不分正反面的特征类似，克莱因屏也没有内外之别。如果往里头注水，那么水恰从另一个洞中溢出。我们观察克莱因屏的图片，可以发现有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点，就是克莱因屏的瓶颈和瓶身是相交的。换句话说，就是瓶颈上的某些点和瓶壁上的某些点占据了三维空间中的同一位置。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克莱因屏是不可定向的，它是一个闭合的曲面，也就是说它没有边界。不同于莫比乌斯带可以在三维空间嵌入，克莱因屏是一个在四维空间才可能真正表现出来的曲面。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中，即使是最高明的能工巧匠，也不得不把它做成自身相交的模样。就好比高明的画家在纸上画扭结的时候，也不得不把它们画成自身相交的模样。其实我们如果把莫比乌斯带和克莱因屏进一步进行抽象组合，去掉它们的空间性质，我们甚至可以得到一个更加抽象的图形，即中国的太极图，是不是很奇妙呢？